特朗普不是总统，他是全球最大的 K 线画师。你可能觉得这句话很夸张，但如果你还在用2025年的逻辑看2026年的美股，那你接下来一定会亏得很惨。因为现在的美股已经不是看财报、看业绩、看市盈率的时代了。现在的美股看的是谁能拿到特朗普的国运背书，看的是谁能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彻底明白2026年 AI 投资的结构性切换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会知道为什么英特尔从被所有人嘲笑的垃圾股一夜之间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战略长子。你会发现为什么戴尔这个看起来毫无想象力的卖电脑的公司才是 AI 基建里真正闷声发大财的卖矿人。你更会惊讶于 IBM 这个被所有人遗忘的过气巨头正在悄悄完成一场100年一遇的华丽转身，从一家咨询公司变成高毛利的 AI 和量子计算平台。我还会给你具体的入场点位建议、关键的支撑位和压力位、最新的期权持仓分析，以及最容易被大多数人忽略的3个致命风险。如果错过这个视频，你很可能会在 AI 投资的下半场把所有上半场在英伟达身上赚的钱全部亏回去，甚至亏得更多。如果你也想在这场国运级别的投资机会里分一杯羹，先点个赞收藏一下，不然后面讲到关键的点位和操作细节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找不回来了。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手里还持有英特尔吗？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人曾经买过英特尔，然后被套了好几年，最后忍无可忍割肉走了？请把你的经历打在评论区里，我们一起来聊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过去5年，英特尔简直就是科技股里的一个笑话，它的股价从最高点跌了超过1半，被英伟达远远甩在身后，甚至连台积电都不如。很多人提起英特尔，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说它技术落后，管理层无能，错过了整个 AI 时代。但你猜最近发生了什么？就在过去的1个月里，英特尔的股价突然暴涨了超过40%，而且这不是那种游资炒作的短期暴涨，而是有真金白银的大资金在持续买入。有一笔高达6.72亿美金的大宗交易，直接在124.92美元的价位扫走了超过500万股英特尔的股票。这就很奇怪了，一个被所有人骂成垃圾的公司，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成了机构眼里的香饽饽？难道是英特尔的技术突然突破了，还是它的业绩突然暴增了？都不是，英特尔的技术还是那个技术，业绩也还是那个业绩，真正改变的是它的身份。从现在开始，英特尔已经不再是一家普通的半导体公司了，它是美国的主权资产。你想想，特朗普上台之后最重要的政策是什么？是制造业回流，是把关键的产业链从海外搬回美国本土。而芯片制造就是所有产业链里最关键的那一个。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它的芯片制造能力几乎全部依赖海外，尤其是台积电掌握了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工艺。一旦台海地区出现任何风吹草动，美国的整个科技产业都会瞬间瘫痪。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拼命推动台湾+1战略。它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台湾这一个篮子里，它需要一个本土的芯片制造巨头来保证自己的供应链安全。而英特尔就是那个唯一的选择，没有第2家公司有这个能力，也没有第2家公司有这个资格。台积电在美国的工厂进度缓慢，三星更是不可能把最核心的技术交给美国。只有英特尔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司，是美国可以完全掌控的芯片制造力量。所以你现在看英特尔就不能再用以前的眼光看了。以前你买英特尔买的是它的芯片设计能力，买的是它的 PC 市场份额。现在你买英特尔买的是美国的国运，买的是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政策，买的是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主权安全。这才是英特尔这次暴涨最核心的逻辑。这个逻辑比任何财报、任何业绩都要硬。只要美国还需要本土的芯片制造能力，英特尔的价值就会一直存在。但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正是因为英特尔之前太烂了，所以现在它的上涨空间才最大。如果英特尔之前像英伟达一样已经涨了几十倍，估值已经高到天上去了，那现在就算有国家战略背书，也没有多少上涨空间了。但英特尔不一样，它之前跌得太惨了，估值太低了，所有人都对它不抱希望了。所以当它的逻辑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时候，它的估值重构才会来得如此猛烈。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没反应过来，还在拿英特尔的技术落后说事儿，还在说它打不过台积电。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在国家战略面前，技术从来都不是第一位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哪怕英特尔的工艺比台积电落后一代，哪怕它的成本比台积电高，美国政府也会把订单交给英特尔。
因为只有英特尔不会在关键时刻卡美国的脖子。这就是我一直说的，2026年是地缘政治驱动年。你不要再盯着那些技术指标看了，也不要再盯着那些财报数字看了，你要看政策，要看国家战略，要看谁能拿到政府的订单，要看谁能成为国家的亲儿子。英特尔就是第一个被重新定价的公司，但它绝对不是最后一个。讲完了英特尔，我们再来讲戴尔。如果说英特尔是美国的国家战略长子，那戴尔就是 AI 基建里最被低估的卖矿人。提到戴尔，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个卖电脑的嘛。传统行业没什么技术含量，增长缓慢，估值也低，和英伟达这种动不动就涨几倍的 AI 明星股比起来，戴尔简直就是个透明人。但你知道吗？就在过去的1年里，戴尔的股价已经悄悄涨了超过1倍，而且它的上涨比英特尔还要稳，还要扎实。为什么？因为戴尔抓住了 AI 发展过程中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物理瓶颈。AI 发展到现在，大家都在拼什么？拼算力，拼显卡，拼谁的 GPU 数量多。英伟达之所以能成为 AI 之王，就是因为它的 GPU 是训练 AI 模型必不可少的工具。但随着 AI 模型越来越大，算力越来越强，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热量。你想想，一个数据中心里有几万张甚至几十万张 GPU 同时运行，会产生多少热量？传统的风冷系统已经完全无法满足这么大的散热需求了。如果散热跟不上， GPU 就会降频，甚至会直接烧坏。这就像你给电脑装了一个顶级的 CPU 和显卡，但是却用了一个几十块钱的垃圾散热器，结果就是你的硬件性能再强，也根本发挥不出来。现在整个 AI 行业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大家花了几十亿、几百亿买了英伟达的显卡，结果因为散热跟不上，只能让一半的显卡闲着。这时候戴尔的液冷技术就成了刚需。液冷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用液体代替空气来给服务器散热。液体的散热效率是空气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只有液冷才能解决下一代超算和 AI 数据中心的散热问题。而戴尔就是全球液冷技术的绝对领导者。戴尔的直接液体冷却技术，也就是 DLC， 已经领先行业至少2年。它可以把服务器的散热效率提升30倍以上，同时还能降低40%的能耗。现在全球排名前10的超算里，有7个都在用戴尔的液冷解决方案。这就回到了那个最经典的比喻，淘金热的时候，最赚钱的不是挖金子的人，而是卖水卖铲子的人。现在 AI 就是那场最大的淘金热，所有人都在疯狂的挖金子，也就是训练 AI 模型。但不管是谁挖金子，都需要水，都需要铲子。而戴尔就是那个给所有淘金者卖水和铲子的人。不管最后哪个 AI 公司能跑出来，不管最后哪个大模型能成为赢家，戴尔都能赚到钱。因为只要你做 AI， 只要你建数据中心，你就必须买戴尔的液冷服务器，这才是最稳的生意，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生意。很多人还在盯着英伟达的财报，还在争论英伟达的股价会不会继续涨，但他们没有意识到 AI 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上半场是算力的竞赛，大家拼的是谁的 GPU 多；下半场是基建的竞赛，大家拼的是谁能解决算力带来的各种问题。而散热就是所有问题里最基础、最迫切的那一个。没有液冷，再多的 GPU 也只是一堆发热的废铁。除了液冷之外，戴尔还有一个巨大的增长点，就是 AI PC 的换机潮。你可能会说 ，APC 不就是个噱头吗？不就是在电脑里加了一个 NPU 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AI PC 不是简单的硬件升级，它是整个 PC 行业的一次范式转移。以前的 PC 只是一个工具，你用它来打字、上网、看视频，但未来的 AI PC 会变成你的个人助理，它可以帮你写邮件、做 PPT、分析数据，甚至帮你写代码。这会带来一波长达3到5年的换机潮。全球有超过15亿台 PC， 平均更换周期是4到5年。也就是说，未来几年里，这些 PC 都会被替换成 AI PC， 而戴尔就是全球 PC 市场的老大。它占据了全球超过20%的 PC 市场份额。一旦 AI PC 换机潮全面爆发，戴尔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更重要的是，机构已经开始行动了。过去的3个月里，有超过200家机构增持了戴尔的股票，其中包括很多顶级的对冲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这些大资金不会无缘无故地买入一家公司，他们看到了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看到了液冷技术的刚需，看到了 AI PC 换机潮的潜力，看到了戴尔在 AI 基建里的核心地位。
但你猜更有意思的是什么？直到现在，大多数散户还没有意识到戴尔的价值，他们还在盯着英伟达，还在盯着那些涨了几十倍的 AI 概念股。他们觉得戴尔太慢了，太稳了，不够刺激。但在投资里，慢往往就是快，稳往往就是赚。那些看起来刺激的股票涨得快，跌得也快。而戴尔这种有坚实基本面支撑的公司，它的上涨会更持久，也更安全。讲完了戴尔，我们再来讲今天最重磅的一家公司 IBM。如果说英特尔是被低估的国家长子，戴尔是被低估的卖矿人，那 IBM 就是被所有人遗忘的 AI 王者。提到 IBM， 你会想到什么？是那个穿着蓝色西装的老派咨询公司，是那个给银行和政府做系统的 IT 服务商，还是那个已经过气了的科技巨头？我相信大多数人对 IBM 的印象都停留在10年前，很多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 IBM 是做什么的。在他们眼里， IBM 就是一个和自己生活毫无关系的老古董。但你知道吗？现在的 IBM 已经不是你认识的那个 IBM 了，它正在悄悄完成一场百年一遇的转型，而且这场转型很可能会让它重新回到科技行业的最顶端。IBM 的转型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 AI 运营层软件，第2个部分是量子计算。我们先来讲 AI 运营层软件。 AI 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上半场大家都在堆硬件、堆算力、堆大模型，但现在硬件堆的差不多了，大模型也做的差不多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些 AI 技术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利润。很多企业花了几千万甚至几个亿买了 GPU， 训练了大模型，但最后发现根本用不起来，因为 AI 技术太复杂了，大多数企业没有能力把它集成到自己的业务流程里。这就像你买了一辆顶级的跑车，但你不会开，结果就是这辆跑车只能停在车库里落灰。而 IBM 就是那个教你怎么开跑车的人， IBM 做的就是 AI 运营层的软件和服务。它可以帮企业把 AI 技术集成到自己的各个业务环节里，帮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收入。比如 IBM 的 Watsons 平台可以帮企业训练自己的私有大模型，可以帮企业管理自己的 AI 基础设施，可以帮企业解决 AI 带来的各种安全和合规问题。和英伟达不同，英伟达卖的是硬件，是一次性的生意，而 IBM 卖的是软件和服务，是持续性的生意。软件的毛利有多高？我想不用我多说了吧。很多软件公司的毛利都在80%以上，而且 IBM 的客户都是世界500强企业，都是政府和金融机构，这些客户的粘性极高，一旦用了 IBM 的服务，就很难再换掉，这就给 IBM 带来了稳定的、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如果说英伟达是给 AI 造发动机的，戴尔是给 AI 造冷却系统的，那 IBM 就是给 AI 当总调度员的。没有调度员，再好的发动机和冷却系统也发挥不出作用。这就是 IBM 的第一个核心逻辑。硬件竞赛之后，软件和服务会成为新的主角。那些能帮企业把 AI 转化为利润的公司，将会迎来巨大的估值重构。而 IBM 的第2个核心逻辑，也是最有想象力的一个逻辑，就是量子计算。很多人觉得量子计算是很遥远的事情，是几十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但我要告诉你，量子计算的时代已经来了。 IBM 是全球量子计算领域的绝对领导者，它已经研发出了超过1000个量子比特的量子处理器，而且还在以每年翻1倍的速度提升。 IBM 的量子计算云平台已经有超过100万的用户，包括很多世界顶级的科研机构和企业。量子计算到底有多厉害？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蛋白质折叠问题是生物学里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传统的超级计算机要模拟一个蛋白质的折叠过程，需要几亿年的时间，而 IBM 的量子计算机只需要几天的时间。这是什么概念？这是降维打击。这就像你拿着一把步枪去和一个拿着原子弹的人打仗，你根本没有任何胜算。量子计算可以解决很多传统计算机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它可以彻底改变药物研发、材料科学、密码学、金融建模等几乎所有的行业。而 AI 的尽头就是量子计算。现在的 AI 本质上还是基于经典计算机的，它的算力是有极限的，一旦达到了这个极限， AI 的发展就会停滞。而量子计算可以突破这个极限，给 AI 带来无限的算力。 IBM 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量子计算和 AI 结合起来，它已经推出了量子增强的 AI 模型，可以解决很多传统 AI 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才是 IBM 最可怕的地方。它不仅在现在的 AI 时代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它还在为下一个时代布局。当
当所有人都在为现在的 AI 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 IBM 已经悄悄占领了下一个时代的制高点。我敢说，现在99%的人都低估了 IBM 的价值，他们只看到了 IBM 过去的辉煌，只看到了它现在的老派，却没有看到它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IBM 已经不是那个卖硬件的公司了，也不是那个只做咨询的公司了，它正在变成一家高毛利的 AI 软件公司和量子计算公司。一旦市场意识到了这一点， IBM 的股价将会迎来一场爆炸式的上涨。讲完了这3家公司，我们再来讲讲具体的操作建议和风险提示。首先是英特尔，英特尔现在的关键支撑位是124.92美元，也就是那笔6.72亿美金大宗交易的成交价。只要股价不跌破这个位置，就说明大资金还在里面，上涨趋势就没有改变。上方的第一个压力位是150美元，第二个压力位是180美元。操作上，我建议大家沿着8日均线分批买入，不要一次性满仓，也不要追高。如果股价回调到8日均线附近，就是比较好的入场机会。然后是戴尔，戴尔现在的走势非常健康，它一直在沿着20日均线稳步上涨，关键支撑位是70美元，上方的第一个压力位是90美元，第二个压力位是120美元。戴尔的操作和英特尔类似，也是沿着8日均线分批买入，因为戴尔的波动比英特尔小，所以可以适当提高仓位。最后是 IBM 现在的关键支撑位是205美元，只要股价不跌破这个位置，就可以继续持有。上方的第一个压力位是230美元，第二个压力位是260美元。IBM 的上涨可能会比英特尔和戴尔慢一点，但它的确定性更高，风险也更小，适合那些追求稳健收益的投资者。期权方面，现在这3家公司的看涨期权成交量都在大幅增加，尤其是英特尔的6月到期行权价150美元的看涨期权成交量非常大，这说明机构非常看好他们在未来1个月的走势。但我要提醒大家，期权的风险非常高，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经验，不要轻易尝试期权交易。接下来是风险提示，这部分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认真听。第一个风险是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英特尔的核心逻辑是国家战略背书，如果特朗普的政策发生变化，或者制造业回流的进度不如预期，英特尔的股价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个风险是技术落地的风险。戴尔的液冷技术和 IBM 的量子计算虽然看起来很美好，但他们的大规模商用还需要时间。如果技术落地的进度不如预期，他们的股价也会面临调整。第三个风险是市场情绪的风险。现在整个 AI 板块的情绪都非常高涨，一旦市场情绪发生逆转，所有的 AI 概念股都会受到牵连，包括这3家公司。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仓位，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一定要设置好止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2026年 AI 投资的结构性切换到底是什么意思。上半场是疯狂追逐算力的时代，大家都在买英伟达，都在买 GPU 相关的公司，谁的算力强，谁的股价就涨得高。下半场是追逐主权背书和落地变现的时代，大家会开始买那些有国家战略支持的公司，买那些能把 AI 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利润的公司。英特尔代表了主权背书的逻辑，戴尔代表了基建刚需的逻辑， IBM 代表了软件变现和未来技术的逻辑。这3家公司分别对应了 AI 投资下半场的3个不同阶段。很多人到现在还在盯着英伟达，还在问英伟达能不能继续涨，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机会已经悄悄转移了。当所有人都在看同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往往已经没有机会了。真正的机会永远在那些被所有人忽略的地方。英特尔被忽略了，因为它之前太烂了；戴尔被忽略了，因为它看起来太传统了；IBM 被忽略了，因为它看起来太老了。但正是这些被忽略的公司才会给你带来超额的收益。投资就是这样，你要学会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你要学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想到别人想不到的逻辑。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下一个被市场重新定价的 AI 公司会是谁？是那些还在烧钱的大模型公司，还是那些在产业链里默默赚钱的隐形冠军？你更愿意买已经涨了几十倍的英伟达，还是这些刚刚开始启动的被低估的公司？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那就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后面我还会继续为你拆解2026年最有价值的投资机会，帮你在 AI 投资的下半场赚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富。最后要提醒大家，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的投资决策都有风险，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之后再做决定。